有很多女生其实就是就是有很多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就容易说我们就跑了，或者说是你就忘了你本身应该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会倾向于认为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彼此成就，然后彼此祝福，是啊彼此帮助对方能够更加的走稳在自己在走的那条道路上，是啊，这种感情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感情，当然只是比较健康的感情的一个表现之一，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触吧，就是它就是一种很平静的东西然后真正的爱的感觉，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都是那种琼瑶式的，是啊，然后撕心裂肺大喊的，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会就是有电影课编剧课什么的，我们就会跟学生去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去刺激观众的感情或者去刺激别人的情感，然后那这个其实是需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它其实是一种引导，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爱情是什么样子，爱是什么样子，很多其实是从周围学来的，父母然后周围哥哥姐姐比我们先谈恋爱的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还有就是从电影电视剧里面学来的然后那么最被传颂的那种伟大的爱情或者是比较卖座的有很多它其实都是一种占有或者是不安全感两个人之间彼此撕扯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戏码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要很小心，对，要小心传播这些，对，而且有可能就是当遇到真正的爱的时候，大家会忽略，因为觉得那个好像不是电影里面，或不是那种感知上特别起伏的，死去活来的，然后会让我们情绪上非常的刺激的，会觉得你会忽略，但其实往往，真正爱的感觉是一种很平静，很温暖、很踏实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一面镜子嘛。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就怎么对你。那有时候你带着一丝恐惧或带着一些不是爱的东西，去跟你的伴侣或跟任何人相处，那你其实很明显你会感受到那个东西都会回来。你给他愤怒，他也会对你愤怒；你给他爱，他才会给你爱。所以我们就是真的需要很时时刻刻的去看自己跟对方的运作，然后去给一些祈祷跟祝福。那祈祷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空想，或是一种很用力的幻想，对，它其实就是一种一体的感觉。一体的感觉是。对，所以就是拥抱另外一个人，其实就是拥抱对方所有的经历。比如说，就是在感情里面，恋人之间有时候吵起来，其实也会因为前任然后因为对方的过往然后会因为会吃醋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常，但我觉得它如果维持在一定的正常的范围内，它是一种调剂，像调料一样。是啊。那太多的话，这个整个菜就全部废掉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吃了。对，这就是黑暗料理是怎么出现的。对啊，其实我觉得醋是可以吃，但是醋有很多种，你可以吃果醋酸酸甜甜的，多好多美味。对，你不一定要吃那种只有酸的那一种醋。对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自己那种，对啊，去调剂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你的愿心是什么？是，因为我自己是有体验的，就是在一段曾经我很重要的感情里面，就是我发的心愿，最初的那个愿心并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小了，太年轻了，所以我当时的这个愿望就是没有说从一个祝福彼此或者跟彼此一起成长很美好的角度去发的一个愿，是带着有一点点负面的压抑，有点受害者的状态发的一个愿，就虽然跟对方在一起了，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这个感情刚开始他的愿望就好像是关系就像建筑一样，它会有一个筑基或者是有一个底子，然后或者里子设计图，然后它的基础其实就是愿望，这个愿心，然后这个愿心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如何，他其实是朝这个好的愿望去发展的。是啊，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去为对方祝福，为这段关系祝福。但如果是一段感情，就是大家在比较初期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带着怨气进入的，或者是自己是以一种受害者和不满意的状态进入这段关系，那其实就要非常的小心。它其实真的会发酵，就有点像是你要发酵一个东西，或是你要做一个东西，你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进去，它真的都会整锅做出来就是那个东西。就像对啊，一个老鼠屎就会坏了一锅粥。对，要特别小心。对，就是愿望。好的愿心跟不好的愿心，就好像那个汤底里面最初的时候会留下的那种香料，不同的香料，一种是很臭的，一种是香香的，是而它是之后你不能说去除不了，但是会花很多很多的力量。对啊，臭豆腐也可以变成好吃的料理，但是它需要特殊的方法。对啊，对，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对，就是愿心这个感情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一定是愿心。其他的都可以后期再调整，但是我觉得愿心这个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不管以后怎么样，它这一颗种子是一定会发芽的。对啊，然后发芽的过程，你就会去面对如何给这个种子除草，如何去把它给弄掉，或者如何跟它和解，这样真的是愿望，我觉得才是一切。是啊，对。所以真的祝福自己，祝福别人，祝福这个世界真的好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就咒骂自己咒骂别人，咒骂整个世界。那其实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回来自己身上。那我们其实也要特别小心这些事情。对，就是启光经常是提醒，因为有时候我说话就属于就是比较直，反射性的，对，会比较直一些。然后启光说：“这个小心一点啊。”就是确实是。